人犯长坡，快追！在下可否感激小侯爷搭救之恩？我为什么要搭救你？我可以用一个大秘密与小侯爷交换。炮制金陵城这场灾疫，在下还有一个同谋。客官，里面请。这是在下亲手写的供状。原本打算先逃出去，找机会送回京城，再起风波。既然遇到小侯爷，就当是一份礼物，赠予你。皇后娘娘的把柄就在其中。现在谁都知道你是个阴鬼狠辣、不择手段的疯子，拿这份疯子写的供书就想扳倒皇后娘娘，你当我也跟你一起疯了不成？那要是再加上皇后娘娘下令，让在下施法为太子消除死结的诏书呢？他还下了诏书？正是。他不至于这么没脑子吧？一个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晕头晕脑再正常不过。我骗他说我需要诏书焚烧祭天，他便诚惶诚恐地写下了这个。你我心里都明白，皇后娘娘高高在上，又有内阁首辅的兄长，这东西就是我拿了也未必真的有机会用，不过是聊胜于无罢了。那么在下可否再次感谢小侯爷搭救之恩？多谢。有把柄就等于有弱点，所以对于长林王府，我从来就没有隐瞒过什么。唯有一点不能让他们知道的，就是我跟莫子豪之间的约定。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远离江湖，对于我来说，还是死人最放心。很好，这种孩子要再坏、再狠，方能成就你的大业。我累了，要休息一会儿。我们为什么要绕开血疗之法呢？
希儿啊，你想到什么了？师父，因为已经毒发，平津不能自行催动气血，需要他人服用蛇胆后再兑换给他。最难的这一步，不是已经破解了吗？是啊，师父。没错，没错。封住了其他经络，玄池蛇胆的效用本来就可以提高，更何况还少了度让之间的消耗。那一枚蛇胆解2人之毒，绝对是可行的。师父，可行。从理论上来说，是可以行得通。只是这蛇胆的分配问题。你们跟我来。老夫与希儿之所以能找到新的解毒之法，多亏了世子妃从书房里找到的这本狼牙抄本，其间收录了一味不常用的药材，所记载的药性刚好有疏解血凝这一项。杜仲在药房里找到了一些，我们先行配置，给二公子试服了2剂，效果还不错，已经催动心脉。这书上还提到，其实真正解掉双股之毒，只需要玄池蛇胆大约2/3的药性。我刚刚大概估算了一下，渡血的过程以及在无用经络的消耗，大概是蛇胆1/3的用量，所以这个办法是可行的。而一枚蛇胆解2个人的方法，其实和一胆解1人的方法完全一样，都是靠本人服用蛇胆，加上疏解血凝的药物，再靠医者行针封住其他无用经脉，使蛇胆催动心脉，转入阴经内腑，然后经书晚被鲁断，药理听不大懂。老堂主只需说是否可行，该如何配合便是了。当然可行，只不过解毒的主要仍然是玄池蛇胆。你们2个服用1枚，平津又中毒已久，世子这边的药力难免稍有不足。您不是说没有问题了吗？请蒙姐姐稍安，所有的关节我们都推敲过了，的确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想尽量解释清楚而已。别急，听老堂主说完。老堂主说，先要封住我的四腑，只留存心脉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平津身上的毒性更重，分用的药力必须更偏向于他，所以要先给世子行针，封停全身机能中不太重要的部分，只保心脉。等解了寒凝之毒后，再行休养平复。是否有凶险？在解毒那几天，世子会全无意识，呼吸低微，看上去是有些凶险的，但与性命无碍。只不过，身体肯定会有所伤损，需要卧床休养数月，方可完全恢复行动。平章原本以为这已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困局，如今竟能有双双得救的机会，已经算是绝处逢生了。无论有什么样的风险，无论最终结局如何，我们兄弟二人先行谢过老堂主，还有林姑娘的辛苦了。既得世子信任，老夫也就不多说了。二公子伤势不宜耽搁，咱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世子，进。启禀世子，外面有人有要事求见，一定要与您当面详谈。现在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情？推了吧。
不见。这个人属下也曾经见过。瀚海，北燕拓跋宇，此人不会无缘无故来到金陵城的。老堂主，请您稍后，我得先去见见他。别担心，应该不会耽搁太久。长林世子，许久不见。拓跋公子远途而来，不知有何要紧的事。世子应该知道，自从惠王殿下遇刺之后，我朝中情势已经大变。平章略有耳闻。陈王主政，与叛军交战败绩连连，眼看无路可退，他竟然孤注一掷，说服了陛下，与大禹暗中签下了密约。与大禹的密约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，我只是觉得惠王殿下若是还在，必然不愿意为了眼前的短浅小利，而以长林军结下私仇。贵国陛下到底与大禹有何密约？大禹同意攻打叛军控制的北线，同时援送我朝中银帛粮草，而我国陛下为了回报，陛下同意开放阴山山口，允许大禹皇叔军借道西境。开放阴山山口，那可是你们的西南门户呀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，陛下早已失了理智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密约定于上个月，大禹显然准备已久，行动不会太慢。我大燕此时最不需要的就是死地，言尽于此，世子保重。平章，平章，父王，父王，陛下明日回京，接驾的各项准备也基本商定完成。这件事，全由你们两个经手准备。是。本来这件事应该是由我来盯着的，可是我实在是担心长林府那边，所以这次。辛苦二位了。大统领说的哪里的话？这本是我等职责所在，何言辛苦？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。我们是医家，又不是神仙。刚才所说的疗法仪是我等殚精竭虑所尽极限，并无可以商讨的余地。老堂主，老堂主可知道，大禹皇叔军接到北燕，穿过阴山山口之后，将会是何等的局面？老夫不知道，不知。
我从小就认识你，我了解你所有的心思。你今天答应我，可以留下。那以后呢？年复一年，月复一月，你只会越来越后悔，直到无法面对自己，无法面对我。老堂主，老夫行医数十载，从来没有教过任何人自伤自身。无论世子想说什么，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林姑娘，世子，姑娘也曾去过北境，见过沙场。当知兵祸过境，尸骨如山，未成之事，一日如年。我的心意已决，还请林姑娘如同当初甘州救我时一般，再次相。
我有急事要见你们世子妃。大统领，这就是世子妃的命令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大统领，大统领，我要见他。大统领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大统领，小雪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小雪，大统领。师兄。陛下，王兄情势危急，有你前往营救，朕最是放心。前方战况不明，朕赐你玉印金符，你可随机应变而行。多谢陛下恩信。起来吧。平章啊，你呈报的军策朕已经看过了，奇袭反围是条妙计，但十分凶险。朕希望你和王兄一定能够安然而返。记住了吗？有陛下为我长林后盾，此役必胜。此役必胜。妃长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只能拜托你了。你尽管说。
先帝谕令既然已经用过了，便不宜继续放在我长林府，先暂时交由大统领保管。等到将来他们送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再当面呈递到陛下手中。我知道了。身为将门之女，我从来都不是温雅贤淑的内宅之人。好在你也没有计较过我这一点。与其眼看着你出征，苦苦等你回来，我更喜欢跟你一起并肩沙场，同历风霜。既然边境有危，人人都可尽忠尽责。这一次，让我和你一起去吧。朕听了诸位爱卿回报医灾一事，这些时日朕的心里头从来就没安定过。李固虽然已经招供，但朕总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，仍需详查。臣遵旨。当然，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北境的战事，让兵部打起精神，一应的军需补给。希儿啊，希儿，李信，
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中了毒。中毒？我大哥呢？你大哥出征去了。出征？你要干嘛？你要逃就别动！现在，林静，你放开我！林静，林静，林静，你放开我！林静，林静，放手啊！林静，你知道大家救你有多不容易吗？你现在站都站不稳，你爬到北京去有什么用？林静，徐大哥，徐大哥，你这次刚醒，又要干什么去？李琦刚刚告诉我了，北燕开放阴山山口，长陵主人首当其冲。大哥和大嫂都去救父王了，我难道还躺得住吗？你放我出去！冷静点儿，冷静点儿，没有事，大哥大嫂不会有事的，他们会很好。现在你最需要的是躺在床上好好休息，听话。走。我现在不是要去北京，我就是想去大哥的书房里看看地图，推演一下前方的战况。这样等我身体一好，至少心里有个数，知道去什么地方最能帮上忙。我知道了，我扶你一块儿去。林夕姑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她的。走。唱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。忆当年，变成战火，万里冰雪茫。人间多邦，月出门宫墙。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灼灼堂弟，亘古自在华章。宇宙疯狂，何方？林间月明，看层峦叠嶂。汉角军鼓掌，引千骑卷平冈。烈酒当饮尽觞。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满长江。论何其何曾远北凉，清平世间香。两公苍野无伤，谈天道何时不勇猛？千层云，凭雪浪，细叶都涉心芒。换男儿归来战北方，寸心寸血挽长江。论豪气何曾远北凉，清平世间香。愿天下从此烽烟